身披迷彩衫，见风直冲天，打一谜语。相信聪明的花友已经猜到了，虎皮兰。没错，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讲虎皮兰。在进入9月份后，随着气温的降低，天气越来越凉爽。家中的虎皮兰会在9月至10月上旬这一个来月进入一波生长的旺期。此时，除了株型会看到明显增长之外，它还容易发出不少新芽，从数量上来说，达到一个爆盆的状态。所以，家有虎皮兰的花友一定要趁着这一个来月的时间，让虎皮兰快速生长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下面这4个要点做到位，你家的虎皮兰也会枝锋成剑，芽成出林。1. 趁早翻盆。虎皮兰这段时间如果养护得当，生长速度就会特别快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花盆里的根就会长满，而且会长出好多虎皮兰小芽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最好给它翻盆。如果你现在决定了翻盆，那么建议尽量在9月初就开始，越早越好。因为此时翻盆，它刚好在旺盛期之前生根扶盆，不会耽误旺长的时机。而虎皮兰是非常怕冷的植物，如果翻盆太晚的话，气温会越来越低，到时候它扶盆会非常慢，甚至直接扶不了盆，不但白白浪费了旺盛的生长时机，甚至可能会因此连冬天都过不了，所以一定要趁早。在翻盆时，首先需要把花盆在地上轻轻磕动几下，让虎皮兰的土壤和花盆分离。然后一手抓住虎皮兰，一手拍打花盆底部，这样虎皮兰就从里面取出来了。接着把虎皮兰和土壤轻轻分开，不要伤到太多的虎皮兰根，如果伤到了根，还需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晒伤口，一般也就是晾晒4个小时左右，等伤口稍微干燥再上盆。在上盆的时候，盆土可以用原土、腐叶土、粗沙，按照1:1:1的比例来充分混合配置，这样既保证了疏松透气，也有充分的腐殖质来提供营养。有的花友可能会直接给虎皮兰用纯原土上盆，这样的虎皮兰虽然也能成活生长，但是很容易板结不透气，后期的浇水也会很难，所以有条件最好稍微配置一下。而且给虎皮兰翻盆不需要选择太大的花盆，因为虎皮兰本身属于多肉植物，如果使用的花盆太大，浇水很容易出现积水，这样容易导致虎皮兰烂根。在上盆完成之后，放在通风好、明亮的地方，一般3到5天左右就可以逐渐的接受阳光的照射，然后正常养护了。2. 多点阳光。如果夏天养护虎皮兰一直在室内，没有见到多少光照的话，那么到了9月份，由于阳光比较温暖，建议让它多接受点光照。充足的光照不但能让虎皮兰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，来制造能量加速生长，而且还能养好秋膘，以便应对冬天的严寒，还能防止土长倒伏。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可以让虎皮兰的金边和暗斑花纹变得更加明显，更加醒目。当然，一直养在室内的虎皮兰一定要注意，不能突然接受强光直射，而是要循序渐进，让它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，以免导致已经习惯了阴暗环境的虎皮兰晒伤。3. 合理施肥。到了秋季，想要虎皮兰生长更快，爆芽更多且花纹醒目，当然少不了合理施肥来补充营养。但是要注意，9月给虎皮兰施肥需要等虎皮兰生长旺盛以后，因为翻盆后的虎皮兰短时间内生长并不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给虎皮兰施肥，很容易出现肥害烧根的情况。在施肥的时候，建议使用有机肥做底肥，这样肥效比较好。之后的追肥可以用氮磷钾元素都比较均衡的颗粒缓释肥，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。通常每隔10至15天左右抓几粒缓释肥，撒到盆土表面即可。这样缓释肥会随着浇水缓慢释放肥力，并渗透到盆土中，来供根系充分吸收。在深秋的气温还没有下降之前，可一直给虎皮兰循环使用这种缓释肥，这样可以给它养足秋膘，以便提高它在冬天的抗寒能力。而当气温下降到15摄氏度以下的时候，虎皮兰就已经近乎停止生长。此时不但要停止施肥，还要严格控制浇水，否则的话虎皮兰很容易烂根，过不了冬。4. 浇水多一些。虎
虎皮兰本身属于多肉植物，并不喜欢浇水太多。如果浇水太多，很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。可是，如果天气太过干燥，也就需要适当的多浇一些水。9月的时候，秋高气爽，天气也比较干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养虎皮兰需要的水分就适当的多一些，尤其是养在室外的虎皮兰。如果浇水太少，土壤就很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，所以就需要给虎皮兰适当的多浇一些水。虽然说9月天干物燥，但是浇水也不要太多，还是要根据虎皮兰的盆土来决定。一般也就是等到虎皮兰的土壤1/2干燥的时候，就需要给虎皮兰浇一次透水。9月雨水比较多，养在室外的虎皮兰还是需要做好避雨的措施，因为长期淋雨容易出现积水烂根。而室内养的虎皮兰还需要做好通风，因为室内经常门窗紧闭，温度还是不太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给虎皮兰浇水后，容易营造出高温、高湿的环境。结语：通过上文所说的4点，也就是做好翻盆、施肥、补光、浇水，这些很多花友眼里都是比较简单的事情。可正是简单的事情，我们有时候才会忽略一些细节，因此把简单的事情做好，才能在9月这个黄金时间段里，让虎皮兰得到最大的生长。关于虎尾兰的摆放以及风水作用，之前很多花友留言表示有些困惑，接下来就把虎尾兰适合摆放在哪里，有哪些风水作用，又有哪些风水的谣言，跟各位可爱的花友们介绍一下。你相信植物会影响家里的风水吗？觉得有影响的请回复1，觉得没有影响的请回复0。虎尾兰的摆放以及风水。虎尾兰是天然的空气净化器，它能够吸掉空气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。多项研究表明，虎皮兰能够吸收家里面80%以上的有害物质，简直就是一个有害物质的回收箱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虎尾兰还有珍贵的药用价值。据广西中草药古籍中记载，虎皮兰属于比较凉的植物，可以入药，可以外敷。入药可辅助治疗感冒、咳嗽、支气管炎等疾病。外敷的话，将虎尾兰叶子捣碎后，涂抹在受伤的部位上，就能起到止痛、消肿、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。园艺圈里一直都对虎尾兰的风水作用说得很神秘，以前有花友问过我，虎尾兰在属相上有没有什么说法？其实虎尾兰在养护人的属相上的风水作用并不明显，任何属相的人都可以放心的养护，任何属相都不影响把虎尾兰养的健壮。反之，养虎尾兰也不会影响某些属相的运势。虽然对属相没有影响，但风水学上，植物也分5行，虎皮兰属木，所以从风水上说，最适合摆放在南向的客厅，能起到调整家人肠胃和心脏健康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放在这个位置产生的气场，还有助于改善怯懦的负面情绪，增加人的勇气。另外，家里的阳台是住宅呼吸纳气的地方，这里摆放上一株生命力旺盛的虎尾兰，有利于家里财运大开。我发现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都习惯把虎尾兰摆放在门口的位置，其实从风水角度来说，这是一个误区，因为门口是气流聚集的地方，但虎尾兰因为叶片细长，所以容易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这样一来，虎尾兰聚集而来的财气就会被冲散，久而久之，家里的财运也会越来越差。所以如果你相信植物会影响风水的话，尽量不要养在门口。除了门口之外，家里还有一个位置也不适合摆放虎尾兰，那就是卧室。千万要记住，卧室里面千万不要放单株的虎尾兰，这样在风水上会形成一个困局，是风水的大忌，寓意非常不吉利。除此之外，办公室也是我们每天长时间活动的地方，人们会长时间在办公室工作，这样的地方需要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，而虎皮兰终年常绿，四季常青，生机勃勃，叶面上的斑纹更是点缀的它清新脱俗，十分好看。在办公室放一株这样的植物，会给人带来一个好心情，顺利开展一天的工作。最后，虎尾兰还适合一些新房子装修的朋友，毕竟装修后的毒气等还存在，这个时候我们放一些虎尾兰，特别是水培的虎尾兰，能高效的吸收掉毒气、甲醛，让家里更快变成清新的环境，也方便更早入住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
金秋养护虎尾兰，你还有什么问题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